一位看似普通的美国男子，却声称自己带着出生前的灵界记忆来到人间。这听起来像神话故事，但克里斯蒂安·桑德伯格的自述却引人入胜。他回忆起在成为人类之前的那段存在，记得自己在投胎前与灵界的邂逅。这段记忆涵盖了他如何选择来到地球，成为现在的自己，以及其中隐藏的灵魂契约与人生剧本。这样的故事令人好奇，难道人在诞生前就已经设计好了人生的蓝图吗？克里斯的经历将带领我们一步步揭开这个谜团。故事将从一个温馨却神秘的开头说起。在那里，一个孩子隐约记得自己来自何方，却无人能理解他所知道的秘密。克里斯回忆，在尚未成为人之前，他曾漫游于一个没有肉体限制的灵界，那是一个与地球截然不同的存在状态，没有沉重的身体，也没有时间的紧迫感，周围充盈着难以言喻的宁静与喜悦。他形容灵界仿佛充满光和爱的海洋，在那里，意识变得无比自由，没有语言的障碍，思想与情感彼此透明，灵魂之间可以直接沟通，如同心电感应一般。不仅仅是克里斯一个，在那片无形的天地中，他感受到许多其他灵魂的存在，大家彷佛都是闪耀的光点，彼此连接成一张温暖的网。那些灵魂没有固定的形态，却清晰地拥有各自独特的能量，有的温和慈爱，有的充满好奇，每个灵魂都在自己独特的频率上震动着。在灵界的生活方式与在人世截然不同。克里斯描述说，在灵界里没有日常的柴米油盐，也没有生老病死的焦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纯粹的存在状态。灵魂们以意识交流，彼此分享洞见与体验，仿佛在一所宏大的宇宙学校里互相学习。在这里，并没有我们熟悉的物质需求，每个灵魂都被无条件的爱包围着。克里斯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归属感，那是真正的家的感觉。他常形容，我们其实并不来自这里，我们只是来体验做人。这种认识在灵界是如此自然，灵魂本源上自由又永恒，而地球人生更像是一场短暂而珍贵的体验之旅。在灵界中，其他灵魂的存在状态也令克里斯印象深刻。他感知到有些灵魂正准备踏上新的旅程，有些则在休息与反思，还有一些更高频率的存有，也许是导师或长者，在引导和帮助他人。所有灵魂都笼罩在温暖的光之中，没有痛苦和恐惧的阴影，每个灵魂之间似乎也有深层的连结。克里斯感觉大家本质上是相连的，彼此之间有种难以言喻的理解和爱意。在那种状态下，没有谎言和隔阂，只有纯然的坦诚与共鸣。克里斯尤其记得自己当时的意识视角非常广阔，他可以回顾过往多次生命的经验，也能同时感知多个维度的信息。这意味着灵界并非空无一物的虚空，而是充满了智慧与可能性的空间。他感叹，在人世我们只能用五官感知，而在灵界，意识所及之处皆是真实，灵魂可以直接看见真理，明白宇宙运作的规律。在那里，一切的问题仿佛都有答案，一切的存在都被理解和接纳。在那段灵界记忆中，克里斯感觉不到地球上的孤独或分离感。他形容那里的状态就像回到源头，每个灵魂都清楚自己是谁，以及与造物主或称无限智慧上帝的连接。在灵界，每个灵魂都是明亮的火花，源自同一个神圣的火源。当克里斯回想起这些，他总是满怀怀念地说，那才是真正的家。相较之下，地球只是我们体验的一出舞台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将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是否要离开这温暖熟悉的灵的家园，前往一个充满未知和挑战的地方。地球，去过一段人类的生活。在克里斯的灵界记忆中，有一个关键的时刻，他站在灵界与人世交界的门槛上，面临是否要投胎成为人类的决定。这是一个完全自愿的选择，没有任何灵魂被强迫下凡。克里斯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种召唤或机缘出现在他的意识中，仿佛宇宙向他提出邀请，你准备好去体验下一次的人生了吗？最初，克里斯对投胎的想法产生了迟疑和深深的敬畏。灵界的生活如此美好祥和，而地球之旅据说充满了沉重和挑战。他回忆说，自己曾观望过一个潜在的人生剧本，那一生环境的震动频率很低，充斥着恐惧与黑暗。
当他透过灵性的视野去试探那种人生时，感受到巨大的不适与战栗。太可怕了，我承受不了那么低的能量，克里斯当时心想。于是他断然拒绝了那个人生选项。他坦言，第一次面对可能的轮回时，他被其中的恐惧给吓退了。那并不是他愿意承担的剧本，灵界的长者或指导者并没有责怪他的退缩。克里斯感到他们充满理解与耐心，仿佛在说，没关系，一切都是自由选择。在灵界，时间并非问题，灵魂可以等待合适的时机再做决定。于是克里斯在灵界继续停留了一段时间，消化着自己的恐惧，同时观察和学习其他灵魂的经历。他看见许多勇敢的灵魂毅然踏上旅程，也感受到每一次投胎都是灵魂自我成长的一次冒险。这让他逐渐明白，正是那些困难和未知，才孕育着巨大的成长契机。终于，某一刻机缘再次来临，克里斯感受到内在升起一股强烈的愿望。他不想一直停留在安逸的灵界，他渴望突破自我的局限，去体验一次真正的挑战，去看看自己能否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保持爱与光明。他意识到，如果一直因害怕而不敢转世，那么恐惧将永远无法被超越。于是这一次他鼓起勇气对宇宙说，我愿意再给我一个人生剧本，我要尝试。灵界中，一份全新的人生剧本呈现在克里斯的意识里，这剧本就是他此后即将成为的克里斯蒂安·桑德伯格的人生蓝图。在剧本中，他看到了未来人生活中的一些关键要素，出生的家庭环境，将面对的主要课题，人生会遭遇的痛苦与挑战，还有可能收获的成长与智慧。这其实就像是一份灵魂蓝图或生命契约，克里斯在灵界与宇宙达成的约定。在这个契约中，他同意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身份与家庭，他将出生在美国，成为桑德伯格家族的一个男婴。在灵界选择父母和家庭并非偶然，而是基于灵魂契合度和所需经历。克里斯感觉他与未来的父母有某种约定或缘分，将共同经历人生的课程。人生主题，克里斯察觉到，这一世他特别要面对和克服的是深层的恐惧，这是他灵魂希望挑战的主题。他将在人生中遭遇一些能引发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情境，而他的任务是学会穿越这些恐惧，发掘勇气与爱。关键挑战剧本中包含数次重大挑战，或称考验。虽然细节在灵界看的并不如现实中具体，但他明白自己会经历例如身心的痛苦、情感上的打击，或者某种生活的剧烈转折。这些都是契约的一部分。灵魂事先同意接受痛苦，以换取成长的机会。他人的角色，克里斯也看到，有一些未来人生中会遇到的重要人物，其实是熟悉的灵魂伙伴。他们当中，有的将成为亲人、朋友，甚至可能有对手或伤害他的人。然而在灵界视角来看，这些灵魂彼此并无怨恨，而是互相扮演角色来促成各自的成长。可以说，他们之间订立了一种生命契约，约好在地球上相遇，并一起演绎出特定的剧情，为的是让对方学习和体悟。例如，某个未来会给克里斯带来伤痛的人，灵界中可能是他的好友。他勇敢地承担一个反派角色，只为帮克里斯激发内在的力量。这样的观点在很多灵性著作中被称作灵魂契约。我们在来世之前早已和重要他人约定好了要共同完成的功课。当克里斯仔细审视这人生蓝图时，他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完全是自愿签下这份契约的，没有任何外力强迫；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不会是一条轻松的路。投胎意味着进入肉体，承受遗忘的迷雾，还要体验各种强烈的情绪和苦乐。尤其是他选择了直面恐惧这个主题，很可能意味着人生中会有相当的艰辛。然而在深深的忐忑中，他也感到了一丝兴奋和使命感。这就是我要的挑战，克里斯对自己说，我准备好去学习和成长了。还有一个细节令克里斯的经历格外不同寻常，关于遗忘的约定。一般来说，灵魂转世成人后都会遗忘前世以及灵界的一切，因为遗忘本身是游戏的一部分。只有忘记了自己是谁，人生的种种体验才会显得真实，考验才真正有效。然而，就在克里斯即将投胎之际，
他心中冒出一个请求：我不想完全忘记这一切，我能不能保留哪怕一小部分记忆？克里斯几乎是恳求地向灵界的指引者提出这个愿望。他太清楚灵界的美好了，他希望在人间还能记得自己的真正身份，记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历练。出乎意料的是，那些高层次的存有回应了他的请求。他们温柔地告诉克里斯，可以，你可以带着一小部分记忆进入人世，但是要明白，这将让你的旅程变得更加艰难。艰难的原因在于，一个怀抱灵界记忆的孩子在尘世中可能会感到格格不入，甚至会因怀念家而倍感孤独。这就好比一位演员进入舞台，却还记得舞台背后的真实，他很难完全投入角色，也更容易对剧中的苦难感到不适。尽管得到了这样的警示，克里斯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他点头同意了那微弱记忆的保留。就这样，带着一份特殊的许可和契约，克里斯的灵魂毅然投入了新的人生。伴随着一声啼哭，克里斯的生命在地球上开始了。他从灵界坠入了沉重的肉体婴儿之中。这一刻起，灵魂蓝图中的安排逐一展开。然而正如约定的那样，克里斯并非完全一片空白地来到人间，他带来了一丝来自灵界的记忆余晖。这种记忆不像具体的图像或事件，更像是一种深植心底的认知和感觉。在克里斯幼年的记忆中，有一个片段至今栩栩如生。他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婴儿，穿着尿布，摇摇晃晃学步的时候，就已经觉知到一个秘密。当别的孩子还懵懵懂懂地探索世界时，年幼的克里斯心中却异常笃定，我来自另一个地方，我不是完全属于这里的。这种想法对当时的小克里斯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就像我们知道太阳每天会升起一样的确定。他不会用复杂的语言表达，但内心深处明白，眼前的世界并非全部的真实。我还有一个家，在那遥远的灵魂国度。童年的克里斯对此并不感到害怕，相反，他觉得温馨而安心，因为有这份记忆相随。他从小就没有一般孩子对死亡的恐惧，也不曾对生命的来处感到茫然。他天真的以为每个人都有类似的记忆，以为这就是常识。因此，当家人或者其他小伙伴从未提及类似话题时，他感到有些奇怪。在他看来，这么重要的事情，比如我们其实不灭亡，生命只是一次旅程，大家怎么都不讨论呢？有一次，大概在克里斯4岁左右，他鼓起勇气向母亲说出心中的一个想法。据他后来回忆，当时妈妈可能在回忆他出生的情景，或者提到领养之类的话题。小克里斯脱口而出一句令母亲震惊的话：妈妈，我是自己选了你的，我会找到你的，不管在哪里。这句话对于一个4岁的孩子来说实在过于成熟，让母亲愣住了。她疑惑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克里斯当时年纪太小，并没有足够的词汇去解释前因后果，他只是模糊地表达：在我来到这之前，我挑选了你做我的妈妈，我来自那个地方，不管怎样，我都会找到你。对于母亲来说，这番话既让她感动又困惑。一个孩子何以会说出生前我选了你这样的话？虽然克里斯无法详细说明，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不是幻想，而是真真切切的记忆。他记得灵界中挑选家庭和父母的经过，也记得当时对自己母亲的灵魂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才有此选择。正因如此，他想安慰母亲，他当初经历的焦虑和不安其实是多余的，因为一切早有安排，他注定会成为他的孩子。对于年幼的克里斯来说，这样的记忆和认知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何特殊，只是偶尔会因为大人们的不理解而小小的困扰。比如，当他说出一些关于我们来自哪儿的话题，往往换来的是大人们温和的笑或者迷茫的眼神。他逐渐意识到，这秘密只能藏在心里，没有人告诉过他这些事，可他就是知道。然而，
他也敏锐地察觉到，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清晰的记忆似乎在慢慢变淡。当克里斯到了5、6岁时，上学和日常生活的繁杂开始占据他的注意力。他要学习辨认字母、数字，学习地球社会的一切规则。现实的世界川流不息，各种新鲜事物涌入他的生活。这时候，他发现脑海中那份关于灵界的记忆如同晨雾般逐渐散去。在6岁之后，他几乎完全想不起自己曾拥有过什么出生前记忆了。那些对于生命本质的深刻认识也仿佛被尘封起来。他开始变得和周围的小伙伴没什么两样，关注着篮球、卡通、功课，过着一个普通孩子的日子。的确，正如当初灵界的指引者所预警的那样，带着记忆生活并不容易。在童年早期，克里斯一度因为不被理解而感到些许孤独和迷惘。当记忆渐渐淡去后，反倒让他融入凡尘俗世更加顺利。他不再去想那些奇怪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现实中。这并不是坏事。遗忘的面纱落下，他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人生的剧本，好好体验这趟旅程。就这样，从少年到青年，克里斯过着和常人无异的生活。他上学、交友、毕业、寻找工作，面对人生中的酸甜苦辣。或许在潜意识深处，那灵界的记忆并未完全消失，而是静静沉睡，等待着某天被再次唤醒。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克里斯本人对那些壮丽的灵魂往事一无所知，仿佛他们从未发生过一样。时间的指针飞快波动，克里斯转眼来到而立之年。20多岁的他经历过人生的起伏，也品尝了契约中预示的一些挑战与创伤。据他后来分享，在20多岁的某个阶段，他遭遇了一场深刻的个人危机，具体可能是感情上的重创、事业的巨大挫折，亦或身心健康的问题。这段经历带给他强烈的痛苦和恐惧，几乎将他击垮。然而，正是在黑暗深处，转机悄然埋伏。面对巨大的压力与迷惘，克里斯开始寻求内在的平静。有人建议他尝试冥想，学会与自己的心灵对话。起初，他只是抱着疗愈情绪的目的去练习，但没想到，这一练习打开了一扇通往深处记忆的大门。大约在30岁那年，某次静坐中，克里斯忽然进入了一种异常深沉的放松和专注状态。他感觉自己的意识仿佛脱离了身体，进入到一个奇异的空间，熟悉而陌生。随后，令他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一幕幕久远的画面和感受如潮水般涌回脑海。克里斯猛然意识到自己看到了灵界，看到了出生前的那个自己。他形容当时的体验，就像身体还坐在屋子里，但意识已经飞越时空，再次置身于那片光与爱的领域。当下，他全身每个细胞都在共鸣，一股强大的情感席卷而来，有震惊，有欣喜，更多的是久别重逢的激动。尘封20多年的记忆突然被点亮，那灵魂真正的家再度展现在眼前。这次的回忆并非朦胧的片段，而是清晰而连贯的经历。克里斯在冥想中看见了自己投胎前与指引者的对话，仿佛再次参与了那场宇宙会议。他忆起自己如何害怕，如何拒绝第一个剧本，又如何最终勇敢点头同意了现在这个人生。他甚至记得自己当初那股倔强劲儿，坚持要保留一丝记忆下凡，以及指引者温和的警告声。这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更令克里斯动容的是，他在觉醒过程中体验到了一种超越肉体的广阔视野。据他描述，那感觉类似于濒死体验 NDE 者所说的人生回顾。他看到了自己30年来的人生片段，从蹒跚学步到少年懵懂，从青年奋斗到眼下的困顿，一幕幕画面快速闪现。而不同的是，
这次回顾不是冷冰冰的审判，而充满了理解与教育意义。他仿佛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审视自己这个角色的种种经历，并领悟到每个重大事件背后的深意。例如，他重新审视了20多岁时那场令他濒临崩溃的个人创伤。在当时，他只觉得痛苦不公，但此刻从灵魂的高度再看，他赫然发现那正是契约里安排好的功课。那次创伤直指他内心最深的恐惧，使他不得不正视和拥抱它。而正因为经历了那场黑暗，他才有机会突破过去的自己，迎来觉醒的契机。原来我以为的挫折，竟是精心设计的礼物。克里斯内心百感交集，既感慨生命剧本的巧妙，也对自己当初在灵界的英明决定心生敬意。在觉醒后的日子里，克里斯开始频繁地体验到灵魂层面的现象。他提到自己陆续产生了许多脱离肉身的经历， OBE 出体体验，有时在夜晚或深度冥想时，他的意识会脱出身体，在更高维度自由徜徉。这些体验进一步验证并丰富了他的记忆。他再次感受到灵界的爱与光，也遇见了一些早已逝去的亲人或灵性导师，与他们以心灵相通的方式交流。从这些经历中，他愈发确信肉体并非生命的全部，死亡也绝非终点，而更像是回到本源的过程。克里斯的转变是巨大的。觉醒之前，他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或许在核工业项目管理岗位上认真工作，生活的重心是家庭、职业等等。觉醒之后，他内心涌现出强烈的使命感，他想要把所见所知分享给更多的人。起初，他也担心过别人会否觉得他疯了，但他很快发现，世界上并非无人能理解这些体验。事实上，他开始在网络上，在身边圈子里发现一些志同道合者，例如有濒死过的人，有研究前世的人，还有深谙灵修的人。克里斯决定勇敢地站出来，向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他相信这故事能带给他人启发和希望。从30岁觉醒至今，克里斯蒂安·桑德伯格已经在全球各地进行了上百场的分享演讲，写下了详述他经历的书籍。他每一次站上台，都会忆起当初灵界里的那个约定。他答应要当好克里斯这个角色，并充分体验和贡献这一生。如今，这个约定正在兑现，他不仅体验了，还通过分享让更多人受益。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克里斯从这些非凡经历中总结出的哲理与洞见，那是他的故事馈赠给我们的宝贵礼物。克里斯的经历不仅仅是一连串奇异故事，更蕴含着发人深省的灵性启示。通过他对前世记忆和今生历程的反思，我们可以提炼出一些关于人生和灵魂的观念。令普罗大众欣慰的是，这些观念并不晦涩难懂，反而能以亲切、有趣的方式触动人心。以下，我们总结克里斯自述背后几大核心理念。1. 灵魂拥有完全的自由意志。克里斯强调，在灵界，每个灵魂都是自主独立的意识体，选择是否投胎，选择何种人生，都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他以自己的例子说明，没有任何神明强迫他来到地球，一切皆出于自愿。生命并非命运随意的摆布，而更像是灵魂与宇宙共同缔造的一场冒险。当然，一旦进入人生剧本，一些关键情节可能早有安排，这是灵魂自己定下的计划。但在每个当下，人依然保有选择如何回应的自由。这意味着我们并非命运的奴隶，而是自己命运剧本的参与编写者。即使在遭遇困难时，我们依然可以运用自由意志，以爱与勇气去改写结局。2. 人生剧本的目的，体验与成长。如果问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克里斯会回答：体验，并通过体验得到成长。他相信每一段人生都是灵魂为自己选修的一门课程。有的灵魂想学习勇气，于是在人生中设计了需要坚强面对的情境；有的灵魂想学习无条件的爱，或许安排了要照顾病患亲人的经历；还有的灵魂想探索宽恕，于是在剧本中加入了被背叛或受伤害的剧情。从这个角度看，生命中的欢笑与泪水
都具有深意。克里斯说，没有哪个人在地球上的生活是无聊空洞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隐藏着特殊的课题和价值。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并非偶然拼凑，而是灵魂精心挑选的剧本时，就能以崭新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遭遇。平凡的日子也许正蕴藏着灵魂要学习的智慧，只等我们去发现。3. 爱与连结是一切的根本。在克里斯的叙述中，贯穿始终的是爱的主题。在灵界，他感受到无条件的爱包裹万物；在地球，他逐渐领悟爱才是终极答案。他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好的，充满爱的存有，彼此之间都是相连的。这意味着不管地球上纷争如何，人类彼此在灵魂层面依然是一家人，源自同一个神圣源头。为什么灵魂要彼此伤害，制造苦难呢？克里斯的解释是，有时候爱以一种严厉的方式呈现，灵魂之间可能约定以痛苦相互历练，但那背后仍是为了灵性的成长，为了最终更深地理解爱。所以他呼吁大家用更宽广的心去看待他人和自身的遭遇。或许仇敌也是扮演角色来促你成长的朋友，当我们以爱和宽恕回应时，就完成了剧本的升华。4. 深层恐惧的超越。克里斯这一世的主题正是克服恐惧，因此他对恐惧有独到的见解。他指出，人类许多行为都被各种显性或隐性的恐惧驱动着，对死亡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黑暗邪恶的恐惧等等。然而从灵魂视角看，这些恐惧其实可以被一一化解。克里斯以简洁的方式总结了人类恐惧的3大来源以及相应的解药。对死亡的恐惧，几乎每个人都有对死亡的本能畏惧，我们害怕生命终结，意识消散。然而克里斯用亲身体验告诉我们，灵魂不灭，生命永存。当我们真正明白死亡只是脱下肉体外衣，回归灵界的过程，就会发现死亡并不可怕。正如他童年时便知晓的那样，灵魂永生不死，那么对死亡的恐惧也就烟消云散了。对未知的恐惧，未知代表着不确定性，人们会因看不清未来而焦虑不安。但克里斯表示，学习与觉知是驱散未知恐惧的光。当我们不断增长智慧，理解生命运作的更大图景，就不再限于盲目的害怕。例如，了解像克里斯这样的故事，我们对生命的来龙去脉就有了更多认识，心中的未知领域被照亮，恐惧自然减少。对黑暗的恐惧，黑暗既指环境中的险恶，也指人性或未知空间中的负面能量。克里斯认为，黑暗并非要让我们屈服的魔鬼，而只是一种反面的体验。他打了个比方，走向黑暗也是一种体验，但你永远可以选择打开手电筒。意思是，我们可能会遭遇负面的处境，但我们始终可以用内心的光明、爱、善良、勇气去驱散黑暗。正如夜晚降临并不可怕，因为心中自有光亮，这光亮一旦点燃，黑暗也就不复存在。通过自身对恐惧的战胜，克里斯学到，恐惧本身就是灵魂的老师。当我们选择直面内心的阴影，去认识恐惧，穿越恐惧，我们便夺回了自己的力量。这正是他人生契约中最想达成的目标之一，以身示范如何将深沉的恐惧炼化成勇气和智慧。当我们不再被恐惧支配，就能更自由地按照灵魂的意愿生活，真正拥抱人生的丰富可能。5. 灵魂的成长与进化。克里斯的故事让我们一窥灵魂成长的长远视角。一次人生仅仅是灵魂旅程中的一段插曲，灵魂会通过多次转世，不断积累经验，提升意识。他提到，灵界中有各种不同发展阶段的灵魂，有的可能是新生灵魂，初次来体验物质世界，有的则是老练灵魂，已经在人间历练多次。这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每个灵魂所处的成长阶段不同。地球被他视为一所灵魂学校，课程艰深，但收获巨大。魂魄在这里学会爱、勇气、同情、宽恕等宝贵品质。每通过一场人生的考验，灵魂的意识便向成熟迈进一步。值得一提的是，克里斯提到，并不是所有灵魂都会选择转世。在无尽的宇宙长河中，真正敢于进入物质世界体验苦乐的灵魂其实是少数的勇士。
绝大部分灵魂可能更愿意停留在灵界其他层次做不同形式的学习，只有极其渴望成长或有特定使命的灵魂才会自愿请缨来到地球这样的密度世界。而既然我们都已经身在此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曾经下定很大决心，怀揣重大目标才来的。我们都是勇敢的探索者，来体验人性的跌宕，从中淬炼出灵性的光辉。这一观点无疑让人对自我有了新的尊重与信心。也许我们并非渺小卑微的凡人，而是带着壮志豪情，暂时历练于尘世的光明存有。6. 将灵性洞见融入日常，领悟到这些大道理固然令人振奋，但克里斯更注重的是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实践。他说，觉醒不等于逃避现实，恰恰相反，它让人更积极地投入生活，只是带着更深的理解与平和。他喜欢把地球人生比喻为一场戏剧或游戏，觉醒的人明白自己在演戏，但依然会尽心尽力演好每个场景。这意味着在日常中，我们仍要努力工作，照顾家庭，追求梦想，但当挫折降临时，可以试着退后一步，从灵魂视角去观察，这一刻我可以学到什么？我是否正偏离了我的计划？我内心真正的愿望是什么？诸如此类的自我提问，可以帮助我们不迷失在情境中，保持与自身更高目的的对齐。克里斯还强调冥想和自省的重要性，他本人正是通过冥想重拾了遗忘的记忆。他建议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静心冥想来聆听内在的声音，与更高的自我连接。久而久之，我们会对生命产生一种敏锐的直觉，明了自己的灵魂指引往哪里走。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像他一样回忆起前世细节，但每个人都可以更加清晰地感知当下的人生功课，并活出更真实的自己。总的来说，克里斯以他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人生旅途充满意义，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伟大。每当我们感到迷惘低落时，或许可想象一下，在那看不见的灵性后台，我们的灵魂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充满信心地等待我们领悟与成长。当我们笑着或哭着度过每一天，其实都在完成自己写下的剧本，而无论戏剧如何跌宕起伏，爱的底色始终不变。克里斯蒂安·桑德伯格的故事听来超乎寻常，但有趣的是，在世界各地并非只有他一个人报告过类似的灵性体验。为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他分享的观念，这里穿插介绍几个相关的现象与案例，他们从不同角度印证或补充了克里斯的经历，让人们对灵魂与轮回的看法不再停留于传说，而有了一定现实依据。濒死体验 NDE， 许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都讲述了与克里斯灵界记忆相似的情景。当生命体征一度停止时，这些人的意识仿佛来到一个明亮祥和的空间，感受到难以形容的爱与安宁。他们报告看到自己的人生回顾，过往点滴在眼前闪现，但没有责备，只有学习与反思。这与克里斯在冥想中经历的生命审视如出一辙。另外，有些濒死体验者还提到，在另一侧他们遇见了发光的存在，有人称之为天使或指引者。这些存有告诉他们，你还没有完成使命，得回去继续人生。这番描述暗示，每个人生都有特定的任务和契约，完成之前，灵魂是渴望回到人间的。NDE 者往往在死而复生后性情大变，变得更加灵性化，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他们知道生命不止于此，而且地球人生的苦乐都有其目的。这些见闻与克里斯的分享相互呼应，让人相信他所说的并非孤证。儿童前世记忆，世界各地频频出现幼童讲述前世的案例，比如一位小男孩在2、3岁时就对父母说出许多关于飞行员生活的细节，后来证实与2战期间殉职的飞行员经历吻合。又或者有小女孩精确描述了另一城市里她以前的家和前世父母，令现世的父母震惊不已。这类案例由维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研究者，如伊恩·史蒂文森博士、吉姆·塔克博士，系统收集，提供了转世轮回的科学证据。和克里斯的情况类似，这些孩子的回忆通常在6岁前后逐渐消退，与大脑发育的变化同步。从这些孩子口中，我们还常听到他们提及选择父母的情节。不少孩子声称在来到肚子里之前就看到或选定了爸妈，
其中一些甚至描述了在天上排队等待投胎的场景。这些话语和克里斯童年朦胧记忆中的挑选家庭不谋而合，让人不得不思索，难道生命降临前真的有一段等待与选择的过程？催眠回溯与灵魂蓝图，除了自发忆起前世，也有人通过催眠回溯的方式探究灵魂记忆。著名的催眠治疗师如布莱恩·魏斯 （Brian Weiss） 和迈克尔·牛顿 （Michael Newton） 分别记录了数以千计的案例。在深度催眠下，受试者们回忆起前世的片段，有的还穿越到前世与今生之间的中阴界。特别是迈克尔·牛顿博士的研究，揭示了许多人在催眠中描述的灵魂世界，那是与克里斯灵界记忆高度相符的地方。灵魂回到那里休息、学习，准备下一次人生。他的被催眠者们谈到灵魂小组 Soul Group、 灵魂导师、业力平衡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人生规划过程的描述。据这些人讲，在转世前，灵魂会与导师一起检视上一生的得失，然后召开一个计划会议，决定下一生的主要任务。会上会考虑灵魂需要学习什么，需要偿还或平衡什么，以及与哪些其他灵魂合作。这几乎就是克里斯所谓生命契约的完整翻版。还有人提到会有一个生命蓝图，类似于一张草图或剧本纲要，标示了灵魂在即将到来的人生中希望完成的目标和会遇到的重大节点。尽管每个人催眠呈现的画面略有不同，但核心理念相当一致。人生并非偶然拼图，而是灵魂精心设计并同意的蓝图。这些催眠报告作为来自全球各异个案的汇总，让克里斯的故事站在了更坚实的基础上。前世今生的因缘故事，有时候我们也能在生活中观察到一些似乎冥冥中注定的巧合。比如，有些素不相识的人初次见面就产生强烈的熟悉感，甚至能未卜先知地说出对方的喜好。又比如，有的人自幼展现出与家庭环境毫不相关的特殊才能，仿佛天生就会。这些现象让人联想到克里斯所说的灵魂选择和携带记忆。或许有的人之所以天赋异禀，就是灵魂带来了前世的技能记忆，而人与人之间的一见如故，也许是灵魂间早有旧识，只是在此生重逢时情不自禁地互相吸引。在灵魂蓝图的框架下，这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相遇是有计划的，才能是有延续的。当然，无论是克里斯的故事还是其他灵性案例，其真实性仍需要读者自行判断。然而，他们之间相互印证的部分实在太多，令人不禁重新审视过去视为玄幻的概念。转世轮回、灵魂蓝图、生命契约，这些原本只存在于宗教或神话中的词汇，透过一个个鲜活的现代经历，正渐渐为大众所熟知。如果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去倾听，会发现这些经历不但不晦涩，反而充满了生活智慧。它提醒我们珍惜每段关系，勇敢面对挑战，发掘自身的使命感。就像克里斯的故事带来的，不是让人逃避现实去幻想彼岸，而是让人更热爱生命本身。因为我们终于有理由相信，我们的人生原来大有意义。当故事来到尾声，也许你会不由地问自己，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克里斯蒂安·桑德伯格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传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答案。你的人生由你自己，你的灵魂选择并赋予意义。每个人在出生之前都曾是勇敢的灵魂，带着独特的计划和期待来到世上。我们遭遇的喜怒哀乐，哪怕再平凡的小事，其实都是灵魂精心编排的一部分，为的是体验、学习，最终在爱中成长。也许有些人会怀疑，我可从没记得过什么灵界，更谈不上选择这些苦难。诚然，大多数人并不会像克里斯那样幸运地保有清晰记忆。然而，真理并不依赖记忆，而会在生活中展现蛛丝马迹。当我们细细回顾自己的人生片段，是否也能发现某些时刻充满巧合与安排的意味？那些跌入谷底却峰回路转的经历，那些素不相识却对你人生影响深远的人，或许冥冥中自有一条线将这一切串联起来。克里斯提供的视角让我们可以尝试去寻找那条线，并相信它的存在。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旅途，那么克里斯的话语就像一盏提灯，照亮我们脚下的路。它让我们看到，
旅途中每一步都有价值，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偶然的境遇。即使一时走入死胡同也不要紧，那可能正是地图上标注的必经之路，转个弯就会有新的风景。这样的体悟能帮助我们减轻对未知的焦虑，增添对当下的投入。既然灵魂来到这里是抱着学习与体验的目的，我们不妨也以体验者的心态去拥抱生活，欢喜时尽情欢喜，痛苦时细细品味其中的滋味，因为某天回首，这些都将化作灵魂的宝贵财富。克里斯经常面带微笑，语气温和地和听众分享他的信念：你是谁，远比你以为的更加宏大美好。我们不是身份证上一串冰冷的号码，也不是社会标签贴出的角色，在这些外衣之下，我们是永恒不灭的意识，是有能力创造和选择的灵性存有。当我们认同自己的这一面，就会发现内心生出一种巨大的力量和自由感。过去那些所谓命运的不公，人生的无奈，都会慢慢得到转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责任感和解放感交织的心情。原来我并非走投无路，我依然可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赋予生命以更高的意义。最后，不妨让我们跟随克里斯的脚步来一次想象，想象你的灵魂在很久以前，也站在灵界那温暖的光中，展望着此生的旅途。也许你当时满怀勇气地对自己说，就让我去经历这些吧，无论是悲是喜，我都甘愿，因为这将让我明白爱为何物，让我学会成为更好的自己。现在的你正走在当初自己选定的道路上，每当困惑时，不妨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灵魂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此刻的选择是否符合内心深处的爱与智慧？相信你的直觉，那是灵魂给你的讯号。克里斯蒂安·桑德伯格用他的灵界记忆为我们展现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或许无法用科学仪器测量，却可以在心灵深处被感知。它使人相信，我们来到世上绝非偶然，每个人都是带着任务和爱的旨意而来。当你了解了这个故事，也许会对自己生命中的挑战心存感激，因为那些正是灵魂送给自己最珍贵的礼物。在漫长的岁月后，当我们卸下人世的幕布，回到灵魂的家园时，希望我们都能像克里斯一样微笑着说，这趟人间之旅真是值得。